大家好，这次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eSIM 卡的问题啊。之前呢我也做过相关的视频啊，其中有个视频呢是讲那个美国有一款手机卡啊，月租$3，你可以翻翻我之前的视频啊。那款月租卡呢，它实体卡嘛，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方便收美国的银行短信啊，做验证使用。我当时介绍一个功能，可以把它实体卡变成 eSIM 卡啊，因为现在美国手机啊 iPhone 15啊都是双 eSIM 啊，两个 eSIM 啊，所以说呢你实体卡插不进去啊，那只能把它变成 eSIM 啊。那有些人呢尝试手贱啊，然后把它实体卡变成 eSIM， 跟我说，哎，怎么把它变回来啊？我跟他说，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只能把它付费，付个$9.99，他给你卡片邮寄，邮寄的话只能邮寄到美国。那美国从美国到中国的话，又要几百块吧，100-200块钱的啊，那你这不是浪费钱嘛？那如果说这种情况啊，你可以直接用这种卡片啊，这卡片的话可以把你的 eSIM 套餐这个卡片的信息写入到这张实体卡上啊，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这个损失啊，也不用去找别人邮寄了。还有一种情况啊，也是用户痛点，就国行版本啊，手机啊100%啊没有支持的 eSIM 的啊，只有之前我知道短暂开放过，就是 Apple Watch 啊，它短暂开放过 eSIM 套餐。那很多朋友又会说了啊，就是我现在在国内使用的话，我 eSIM 用不到呀。我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当你要去很多国家旅行，比如说啊，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新马泰两个地方已经免签了啊，那么你可能去两个国家免签，一次性去多个地方，对不对啊？大老远去一趟啊，那一起玩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会在网上买这种实体卡啊。这种实体卡的话，有些时候呢有些它是虚拟卡了，有些时候呢你还在网上买流量套餐啊。我使用过的体验是嘛，我一般偏爱当地的实体卡啊，当地的这种本地套餐啊，那种卡的话，你可以看那个谷歌地图啊，有些时候的定位啊，能跑到200米之远啊，所以说呢非常不准，到时候会很多麻烦啊。特别打车的时候，如果说你定位定这么远的话，你本身语言不通啊，很麻烦啊。那这个 eSIM 呢，你就可以实现，我不用买实体卡，我就可以实现用当地的运营商啊，那么我也不用提前在某些电商平台上去购买实体卡，我也不需要在落地机场之后去买一个实体卡啊。机场买实体卡的话 ，SIM 卡的是非常贵的啊，大家知道。那所以说呢，可以在网上嘛，相当于把这些东西放到网上去的话，竞争充分激烈，价格相对低廉啊，你可以有更多选择。大家都知道啊，线下的店基本上还是线上便宜。好，再说第三个痛点呢，比如说，我有一个 iPhone 15手机是双 eSIM 的。那么我在美国然后呢，我手机摔坏了或被偷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卡片了，是吧？要么去补卡要么就，比如说我晚上怎么办？我有这个设备的话，我可以直接联系客服，把 eSIM 的信息写入到这张卡片上去，我又可以用了。当然，这种情况的话，是因为你的备用机不支持 eSIM。如果说你的备用机支持 eSIM 的话，其实你从老的 eSIM 可以迁移的过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官网介绍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的设备兼容 eSIM 通过一张 SIM 卡和一个 APP 这 APP 是干嘛呢？很简单，就写号用的就是把 eSIM 的信息写进去什么设备可以支持这个 Fiber 其实叫 Fiber， 它的5叫念 Fiber 的 eSIM 呢？支持大部分安卓手机其实呢，我刚才看了其实你可以，它里面还是挺准的基本上如果说你的安卓系统在9以上的都能支持。他这边说呢说了这个什么是 Fiber eSIM 他说呢就是适配绝大部分安卓手机的 SIM 卡这个表述不是很准确其实呢，它这个写号器，你把这号写进去之后呢，你这个卡插到苹果手机上也是可以用的没问题的就相当于实体卡了。那他说解决了安卓用户手机无法适配 eSIM 的烦恼其实安卓手机只要海外版本的话，基本上也能支持 eSIM 的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写号器就行了。那么 eSIM 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张卡它跟平常的实体卡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可以写很多号这张卡的话可以支持大概15个号码写进去。比如说我要去很多地方旅行我写了15个号进去，不停的换到国家换个那没问题这可以写进去的你可以切换进去了就行了没有问题的。这边说的话，最优 eSIM 随心选他说不同的供应商这边的话，在 APP 里面我是没看到他们可能没载入进去。我这边可以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网站就是这个自己去搜索这边的话，它可以问你就
你的目的地啊，比如说我选择中国啊，简单点从中国啊，你可以把价格这边从低到高啊，或者说最便宜的每 GB 流量啊，其实大部分啊用这种 eSIM 的还是在于用短期套餐啊。一般来说，如果换了我的话，用这种平常自己要用的重要号码的话，我也不太会去用 eSIM 卡啊。那如果说出国旅行啊，那我可以会选择用 eSIM 比较方便，懒得去找这种地方了，交通费也是个费用。这边的话，这个套餐你自己对比了啊。当然的话，有些地方的话是支持这个通话功能的，有些地方是不支持的啊。那么你可以自己对比啊，比如说你用最佳的价格啊，每 GB 的价格，那么可以算啊。好，这边说啊，如何使用很简单啊，把这卡插进去，下载一个 APP， 然后再下载这个 eSIM 的二维码啊。二维码的话就很简单啊，刚才我那个地方啊，那网站你买了 eSIM 啊，它会有个二维码，你扫一扫啊就可以激活了。那么这张卡长什么样呢？啊，这张卡就这样子的，长得就这么样子啊。你这个卡针啊也是非常贴心的啊，这边还有把这个卡槽给你弄好啊，非常简单啊。之前我也说了啊，这个卡的话，它官方描述说在安卓手机上使用啊。说实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写号器。那如果说把号写好之后啊，支持更换设备使用啊，这边有一个小字啊，仅在 Fiber eSIM APP 激活 eSIM 后，卡片支持移至啊其他设备进行使用啊。当然的话，你可以到这个随身 WiFi 也可以使用啊。购买上有什么区别呢？这边有2个版本，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高级版啊。标准版的话只支持2次免费下载次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激活卡片啊，我只能2次啊。那比如说这个高级版本的话，我可以无限制次数啊，无设备与品牌限制，无限下载次数，那我可以装15个嘛，多装几个嘛。这个卡的话，我说实话终身使用。我一般来说，我建议啊，不差这13美金，我就买这个啊。那么好了啊，如果说你买了这东西之后呢，你扫那个二维码啊，你就可以下载这个 APK 文件啊。APK 文件的话，也可以在官网上下载。下单呢，我等一下发个链接啊，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啊，你就这边选择啊这个付费啊。那如果说你买这个版本的话，你如果说用完次数的话，你需要付费啊。付费的话，基本上是大概1美金一次啊，也有5美金一次的啊。他看这个阶梯价格的。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界面之后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你看我这边上面信号啊，这个我还没写入进去啊，因为我现在暂时用不到啊，所以说呢我们暂时没写进去。这个侧边栏的话是这样子的，用户信息、设备信息啊都没什么用，说实话啊，购买卡片点进去之后呢，结果我原本也是以为它是会嵌入是一个很多运营商的购买卡片啊，我以为是可以购买这个 T-Mobile 啊这种卡片。结果是没有啊，它是只是购买这个设备啊，我觉得这个做的不太好啊。那其他的话下面都没什么东西啊，还是看回这个图吧。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 ，EID 你不要什么随便泄露啊。什么叫 EID 呢？相当于我们的实体 SIM 卡的 ICC ID 啊，有点类似于你的身份证号码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吧。比如说我这边添加了5个卡片，相当于你5个店铺、5个个体工商户。那么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这 EID 啊，我的身份证号码下面啊，我5个个体工商户，你这样子明白了吧？这样对得上号了啊，它给绑定起来了。顺便提个醒啊，我也发现了，其实这个东西呢还有更多的玩法啊。那网上啊有一个人，他既有 eSIM 的点密啊，他们一张卡，还有这个 Fiber 的一张卡啊，他实现了通过把这个 EID 更改之后啊，把那个卡片全部迁移到这里来了啊，甚至算是复制吧。当然的话，这东西的话，我也没这么做深入研究啊，但是我看到他视频，我看到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研究一下啊。如果说你有兴趣购买的话，可以通过我的链接啊购买。